爷爷，我不想进宫。你能进宫，那是爷爷应该享受的权利。进了宫以后呢，一切都要靠自己了。我和张德林斗了半辈子，也没输给他。你也不能输，一定要讨皇上的欢心，要做一个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母仪天下的好皇后。嗯。相爷，相爷，你应该进宫看看灵儿了。包拯已经在路上了，不出意外的话，他很快就会到开封城，到时候就能查出凶手了。谁毁了我的灵儿，我就毁了他的余生。皇上脉象，两指微弱，心神不宁，忧郁或是恐焦，都是惊吓后留下的遗症。你的汤药也不管用吗？太后，皇上所患的是心病，除了服用安魂魄、定惊剂的汤药外，最见效的恐怕还是时间的疗治。姐姐，皇上受的惊吓可真是不轻啊，恐怕一时半会儿安不下神来。这场火烧得真是蹊跷。你怀疑是哀家放的火？姐姐多虑了，妹妹绝无这个意思。真正受到惊吓的是哀家，已经几日了。哀家没有一夜不惊醒的，这把火点在了皇上那里，可是烧在了哀家的心头。皇上、张德林、王延龄都变成了受害者，你说，哀家变成了什么？姐姐是说，有人给姐姐泼脏水？岂止是泼脏水，他是在泼油，想让哀家葬身火海。姐姐怀疑是什么人干的？谁都脱不了干系。妹妹也在里面吗？包拯已经在回京的路上了，到时候就都知道了。你们是何人？为什么要跟着我们？不要理会他们，咱们快点赶路。驾！
包大人，没有活口，这些人好像是昨晚客栈的杀手。大人，后面有断路的，前面有开道的，看来这次您出来惊动了不少人。咱们继续赶路。哥，来了几个骑马的，看见了。中间那个人怎么那么黑呀？是啊，这么多年怎么见褪色呢？去去去！伙计，并肩！你们俩是什么人？我们是包大人的侍卫。我们是开封府的。王朝马汉，谁派你们来的？我们尹大人，他在府衙等你，让你一进京城，先回开封府。你们两个前面带路。就。王副统领，本官奉旨带包拯进宫面见太后。尹大人，太后已经传话了，在书房等你们，请吧。臣包拯奉旨回京，叩见太后。起来吧。谢太后。王大人，张大人，包拯，你知道召你回来是为了什么吗？臣知道。尹若昭着火之夜的详情，你给包拯交代清楚了没有？进宫以前，臣已经详细的叙述了。包拯，哀家在等，张大人、王大人在等。整个朝廷都在等，火烧现场也封存了，在等着你。你知道大家都在等什么吗？真相。大家都在等着看下一把火烧的是谁。火种在你手里，下一把火由你来点。你打算从哪儿查起？太后，臣想先见皇上。皇上受了惊吓，现在不能见人。要不从郭槐查起，这是哀家的特许。你先从哀家身边的人查起，早日查清，也好让哀家睡个安稳觉。臣要先查着火现场。
皇上，这是太医给你开的药方，我和周儿亲手给你熬制的。这药里面有熊胆，可以安魂魄、定经济。皇上，快趁热喝了吧。周儿好吗？你睁开眼睛就知道了。叶儿，把药趁热喝了吧。我不喝。这药不喝也罢。周儿，你就是用豹子胆煎药，也不能定睛安神。静女姐姐，张公子，我想独自和叶儿待一会儿。叶儿，他们放火，是因为你已经让他们害怕了。挺住，别让他们看见你落泪。蓉儿，兴许很快就会查出凶手了。你听说过一个叫包拯的官吗？听说过。太妃娘娘说，他已经从外地赶到宫里了。听说这个包拯很厉害，没有他查不清楚的案子。站住！你俩不能进去。我们是包大人的侍卫，为什么不能进去？开封府不需要侍卫，这是规矩。岂有此理！这是谁立的规矩？开封府是我们哥俩的地盘，当然是我们哥俩立的规矩了。大狱里关押着朝廷重犯，你说你们是包大人的侍卫，万一是劫狱的呢？对呀，你。郭公公，郭公公，包拯，哎呦，你可算回来了。郭公公，怎么了？包拯，这几年不见，你的脸好像白了不少啊。哎呦，包拯啊，可把你盼回来了，苦死公公我了。哎呀，郭公公，朝廷降旨，命我来查后宫火案。知道，本公公在牢里等了你几天了，本公公冤枉。怎么冤枉？火案的事儿，跟我一点干系都没有。没有干系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本公公替人背了黑锅。替谁？哼，包拯，要是知道这个人是谁，还用得着召你进京吗？你要快点查，早日为本公公洗清罪名。本公公将来亏待不了你。郭公公，洗清罪名，本官无能为力。什
什么意思啊？不管你是不是背了黑锅，你是后宫总管，宫廷失火，至少失职的罪名是洗不掉的。何况什么？你为何锁门？包拯已经进了开封城。我知道。你的人呢？你赢了。回来！我告诉你，包拯不是好对付的。你怎么进宫的我不管，要把屁股给我擦干净，小心成了别人的靶子。哼！郭公公，当天晚上是你将皇上送进明月小筑的。是。皇上翻牌本该住在梧桐小筑王美人那儿，为什么又去了明月小筑？到了梧桐小筑，皇上改主意了。为什么改了主意？这你得问皇上，皇上心里怎么想的，奴才哪里知道？兴许皇上不喜欢王美人。皇上到了明月小筑以后，都发生了什么？发生了什么？这更得问皇上了。问张美人也可以。你为何将宫女赶出明月小筑，将皇上锁在了里面？包拯，假如是你的新婚之夜，喜欢有旁人一直守在旁边吗？本公公是个太监，都知道这点事儿。你去问我为什么？你到底想听什么？你为何锁门？包拯，差点要皇上命的是那把火，不是那把锁。哎，我们做奴才的，没有主子的话，哪敢锁皇上啊？离开明月小筑后，你去了哪里？太后寝宫，向太后禀报，皇上住在了明月小筑。干柴烈火是怎么回事？他奶奶的，黄守忠这个王八蛋，是他害得我被关进了大牢。太后，奴才向您禀告，今夜皇上在明月小筑张美人那就寝了，是皇上自己选定的。皇上不会再改变主意了吧？不会的，奴才把皇上锁在屋里了，他哪儿都去不了了，只能和张美人待在一起了。今夜春色满园。本公公先去了太后寝宫，后又去了禁军副统领王守忠那里。郭公公，您找我。王守忠，公公我请你吃酒，你上哪儿去了？哦，不知公公要来，本将去巡夜了。你们下去吧。啊，是。巡夜？夏怀民怎么不去巡夜啊？夏统领他有事情，本将替他走一趟。对了，公公，今天您怎么有空啊？主子们都在忙，做奴才的反倒闲下来了。来，咱们啊，吃一盅啊。公公，本将有公务在身，万万不能吃酒。再说让夏统领知道了，本将就惨了。这样，公公您今天先回去，改日本将请您。哼，瞧把你给吓的啊！平日里公公我忙，你想请还请不来呢。再说了，夏怀敏这会儿哪顾得上你呀？来，别扫了本公公的兴啊！公公，您说夏统领顾不上我，什么意思？今夜啊，春色满园，哼，都是干柴烈火，这会儿啊烧得正旺呢。干柴烈火，什么意思？别打听那么多，他们烧他们的火，咱们吃咱们的酒。来，坐下啊！好。来，大人，不好了！大人，着火了！什么？着火了？哪儿着火了？明月小筑。明月小筑？啊！皇上就在明月小筑呢！赶快救皇上！赶快救火！快救火！赶紧救火！皇上！快救火！快救火！
救皇上啊！快，快救皇上！快救我！快呀！都是这个爱惹事的烂舌头！我说的干柴烈火，不是着火的干柴烈火，那是什么？是男女之间的干柴烈火。嘿嘿，郭公公，接着说。那天晚上，我赶到现场，火势已经很凶猛了。救皇上！皇上，快！皇上！皇上！皇上！快！快救皇上！快！皇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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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怎么样啊？皇上！皇上，你怎么了？皇上，你别害怕，太医马上就来了。皇上，郭公公，你是后宫总管，救了皇上的那2个太监，你当时就没看出端倪？后宫有250个太监，就算本公公我都认得。可当时心急如焚，再加上那2个人烟熏火燎的，满脸炭黑，本公公就是火眼金睛，也难辨端倪呀。等本公公想知道他们是谁的时候，梧桐小筑又烧起来了。后来啊，天亮了，稍稍安定，太后要奖赏舍命救皇上的人，可是满宫的太监竟无一人领赏。直到这个时候，大家才发现了端倪。皇上，该用膳了。皇上，皇上不用膳，奴才就得挨鞭子。奴才求皇上赶紧用膳吧。朕不吃，有毒。是。下去吧。皇上，臣已经试过毒了。皇上，您不信任臣。张子荣，你要是再逼朕，等朕能杀人了，朕第一个杀的人就是你。等皇上能掌握生杀大权的那一天，皇上要拿臣试刀，臣万死不辞。皇上，请您用膳。张美人和王美人怎么样了？臣的姐姐已无大碍，现在在太后寝宫调养。王灵儿呢？她住在太妃娘娘寝宫里，太医正在救治。那天再过几个时辰就是她生辰了，朕说过要给她送礼物的。皇上，皇上，快！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你怎么样？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你没事吧？皇上，怎么办啊？皇上，张公子，张公子，
张公子，张公子，去找太医！周儿，你在说什么？还愣着干什么？去找太医啊！皇上。 姐姐在想什么呢？着火那晚的事情，那晚你发现了什么吗？我刚从王美人那里回来，她实在是太可怜了。姐姐，那个张公子，他真的跟皇上一条心吗？妹妹怎么突然问这个啊？没什么，只是随便问问。其实我也不太清楚，不过。 这些年好在有他陪着皇上，皇上才不会那么孤单。哦，尹大人。哦，大人，包拯的那2个随从怎么在那儿？大人，他们说这是他们的规矩。规矩？ 包拯的人是比你们有规矩。哦，包拯，老夫可以进来吗？当然可以，这是您的府衙。街上那些人是什么人啊？不知道。他们在路上解救过我，然后一路跟到了京城。路上有人要杀你？很多杀手，可惜都被人给杀死了。学生没查出是什么人。 尹大人，您有话要讲。你怎么知道？眼睛，您的眼睛出卖了你。今天太后说下把火烧谁由你来点，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火熄灭之后，皇宫里一定发生了更为棘手的事情，不然太后不会跟学生说这话。我说错了吗？ 你又说对了，学生正想去问您，灭火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那天夜里，我赶到皇宫，那2场大火已经熄灭了。谁干的？哀家也想知道。刘娥，你太狠了，连我的女儿你都不放过。哥哥，你冤枉哀家了。你告诉我，门外上锁，谁出的主意？跟哀家没有关系。 是郭淮擅自做主。放屁！没有你的旨意，他敢这么做？你想掐死哀家？你居然敢打哀家！哀家脱了衣服成妹妹，穿上衣服你就成了哀家了。张德林。 你放肆！放肆！你现在嫌我放肆呢？夜里在床上你怎么不嫌我放肆？我拿你当太后，你才是哀家；我拿你当刘娥，你就是我张德林胯下的女人。和膝下女人一样的女人吗？这是你的心里话吗？没错。好你个张德林！ 今天你总算是把窗户纸给捅破了，忍了这么久，你终究还是没能忍得住。这把火你早就想放了，哀家怀疑你和郭淮是一伙的，你好狠心呐！想要杀皇上，不惜把自己女儿的性命都搭上，连王延龄的孙女你都不放过。
你料到了吗？这只是开始，好戏还在后面。王大人，灵儿怎么样了？你看我干什么？我的女儿也差点被烧死。灵儿还是个孩子，今天是她的生辰。王大人，请你放心，哀家一定会抓住这个凶手，让他千刀万剐。尹若昭，王大人，你查出了什么？2个知更太监将宫中所有的太监都仔细认了一遍，没发现那2个人。这么说，这2个人不是宫里的？不可能，进宫戒备森严，除非他们长了翅膀飞进来。夏怀民，着火当晚你在哪里？在岗上。哪一个岗上？说。张大人，非要说明白了吗？往明白了说。张大人昨晚又在哪里呢？太后会告诉你。太后也知道本将在哪儿。闭嘴！昨夜哀家与张大人在这里商量蓉儿的婚事，哀家怎么会知道你在哪里？夏怀民，把宫门打开，我要出宫。没有太后的旨意，谁也出不去。哼，王大人，看来我们今天又被当作人质了。昨晚你到底在哪儿？在女人的床上。太后，夏怀民玩忽职守，罪该万死。张大人，哀家认为，现在首要的事情是先查出凶手，让真相大白于天下。尹若昭，哀家给你3天的时间。叫这个老滑头查，3年也查不出来真相。张大人说的不对，下官不是滑头，是没这个能耐。太后，事关重大，臣认为应该调刑部大理寺来主持查案，开封府配合他们。他们查，更是一笔糊涂账。要不张大人来主持查案，三司配合，您怎么样？调包拯回京，让他来查。王大人好主意。包拯，这火盆子，老夫是绝对不会端的，不小心把它甩到了你的怀里。老夫不是有意要害你，整个朝廷不怕烫手的也就你一个，这火盆子迟早会到你的手上。大人，学生想跟您要2个人。王朝、马汉，正是。哼，这2个酒囊饭袋，你尽管拿去用。谢谢尹大人。包拯，你虽然聪明，可你对太后的话，却只听懂了一半。火盆子在你手上，下把火烧谁，由你来点。这把火，可别点了自己。灵儿是老夫唯一的孙女，她伶俐可爱，是老夫的掌上明珠。灵儿从小最喜欢依偎在老夫怀里，只要一见到她，
老夫在朝廷上的烦心事，就抛到九霄云外了。是我害了他，不该让他进宫。他还是个孩子，第二天就是他的生辰。老夫至今不敢去看他。王大人，学生也很难过。保证，这场火背后一定有大阴谋。你替老夫找出凶手，无论他是谁，老夫绝不会放过，哪怕是鱼死网破。王大人，学生想知道太后为皇上选后的详细经过。王副统领，王副统领怎么了？你受伤了？还是被你看出来了。谁干的？除了我爹以外，谁能伤得了我？那晚进宫放火的事被他看出来了，回去吃了一顿鞭子。不过王副统领放心，小爷绝对没有出卖你。还有谁知道你进了宫？没人知道了。张公子，你没有说实话。在宫里还有你的同伙，放第二把火是为了救你。他是谁？我还想问你呢，不是你放的？张公子，说实话。我说的就是实话。你说，找我来什么事？包拯开始查案了。我知道。你知道后果吗？怕什么？火不是我放的，我还救了皇上。真要查出真相来，我是功臣。你放我进宫，你也是功臣。开个玩笑。王副统领放心，好汉做事好汉当，小爷绝对不会连累于你。不能让他查案，我们想办法杀了他。我派去杀包拯的人已经全军覆没，你也杀不了他。他身边都是我爹派去保护他的人。那怎么办？杀了那个郭淮，把这水锅搅得越浑越好。小爷我倒要看看那个包拯，他怎么查案。还用你说？选后的事情，老夫知道的就这么多了。王大人，太后已经答应了皇上娶周儿，皇上为何要反悔？老夫也不清楚。周儿现在还在宫里吗？在。学生先告辞了。包拯，这场火烧得蹊跷，你一定要查出真相。王大人，学生谢谢王大人。谢我什么？派人保护学生平安回到开封城。难道路上有人害你？我并没有派人保护你啊。主人，包拯求见。让他进来。主人，他请您出去。口气还挺大，出去看看。拜见张大人。包拯，你好大的气魄，居然叫本官亲自出来迎接你。下官也是迫不得已。张大人看那边，他们陪着我走了几百里路，熬了几个不眠之夜，晚生于心不忍，把他们送回来，并登门感谢。谁告诉你他们是我的人？张大人，我并不知道他们是谁的人，只好带着他们挨家挨户地寻找主人认领。包拯，屋里面说话吧。那些人是我派去保护你的。张大人，是谁要杀我？不知道，只是以防万一。你包拯的性命，现在对我来说很值钱。谢谢张大人。路上确实有人想要我的性命。你查出是什么人了吗？
杀手都被杀死了，没有留下一个活口。谢谢张大人派人一路保护我，我现在也到了京城，让他们撤回来吧。包拯，你以为你现在在京城就安全了吗？皇上，皇上，太医说，王美人气管灼伤，不能说话。朕说过要给你送生日礼物，朕给你送来了。王美人说，她非常喜欢，想现在就戴上。等你好了，朕亲自给你戴。他说，他已经是大人了，伤好之后要伺候皇上。梧桐小筑这把火是烧朕的，王灵儿替朕遭了一劫，朕不能让王灵儿白白受难，朕一定要替她报仇，不会放过他们。皇上，他们是谁？你说他们是谁？皇上想过没有？如果您那晚就寝在梧桐小筑，王灵儿现在也许不会这么悲惨。难道是怪朕了？皇上翻牌翻到梧桐小筑，那是天意。他还是个孩子，朕不忍心让他侍寝。难道朕这样做也错了吗？皇上在受磨难的时候比他还小，陈进宫在您身边做人质的时候也是个孩子。那些害怕您长大的人，从来没有把我们当成孩子。都在宫里当差，那两个人你们怎么会不认识？回大人，这宫里常有些新来的奴才，我们俩误以为他们是刚进宫的新奴才，迷了路。可谁知他们是混进宫的。大人，我们冤枉啊！大人，他们怀里抱着酒坛子。对，他们说要去梧桐小筑送酒，却往明月小筑走。我俩叫住他们，就给他们指点了去梧桐小筑的方向。这闲事真不该管，我俩冤死了呀！是啊。
包长，老夫可以进来吗？尹大人，您已经在里面了。这一团乱麻，你找出头绪了吗？头绪很多，但是越扯越乱。一扯就清楚，就不会调你回朝了。包长，如果这一团乱麻在老夫的手里，你猜老夫会怎么办？尹大人，请赐教。老夫会把它越揉越乱，让它一丝痕迹都没有。你知道老夫会怎么向朝廷交差吗？有2种办法。第一种，找2个替罪羊，比如那2个打更的太监，严刑拷打，逼他们招赎是自己干的，然后快快的把他们杀掉，就此偃旗息鼓。如果有人责怪老夫敷衍此事，那就用第2种办法，找出更多的替罪羊，严刑拷打那2个打更的太监，让他们四处乱咬，把所有的人全都搅进来，让事态无法控制，人人自危。责怪你的人害怕了，自然事情就会停下来。尹大人说的这2种办法，都离不开严刑拷打、酷刑逼供。这在当年的假皇子案，学生已经领教过了。你不说我都忘了，这也不是老夫的发明，历朝历代都是这样。案子牵扯到朝廷的权贵，也只能这样自保了。你爱不爱听，这都是老夫的肺腑之言呐。尹大人，学生还有事请教。这场火案，从中受益最大的人是谁？王副统领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包大人，请坐。王副统领在等我啊。自从你昨日入了宫，本将就一直等你来询问，茶都等凉了。王副统领知道我来干什么了？当然是查火案。王副统领，我从未居高临下看过皇宫，借着查案这个机会，王副统领能否满足本官这个思念？你不询问火案的事情吗？火案的事情早已有人询问过王副统领，郭槐也因此被关进大牢。本官要再询问，岂不是多此一举？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本官的意思是，除非王副统领有所遗漏，其他的本官都已经知道了。王副统领，你有遗漏吗？当然没有，内文本将看见的都已经说了。包大人，你为什么要站在宫墙上看皇宫？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本官想将皇宫看个一览无余。好，那本将陪你一起看。大人，照您的吩咐，饭菜已经准备好了。包大人，你看这2处废墟，东边是梧桐小筑，西边是明月小筑。
尹大人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请公公吃酒。吃什么酒啊？郭公公不要害怕，不是送行的酒。难得公公这些日子住在本官这里，照顾不周，本官今天尽地主之谊，请你。真的？郭公公请。哎呦，你吓死公公我了！哎，公公请。我要是先喝了这杯酒，恐怕是对尹大人不尊敬。还是尹大人先请。哎，嘿嘿，郭公公是怕这酒里有毒啊。尹大人，我早就在太后面前说过，尹大人是个好官。看来公公我真是慧眼识珠啊！所以我才要请公公吃酒啊。平日里想谢谢公公，还没机会呢。那倒是啊。要不是因为这场火，我怎么会在你这里？尹大人，可苦死公公了。求尹大人给太后捎句话，就说想他了。唉，事情到了现在，想谁都没有用。既来之，则安之吧。如果公公真的想要离开这里，就要想法子把背上的黑锅卸掉。哎呦，我又何尝不想呢？郭公公，以你的直觉，火是谁放的？除了公公我，谁都能放。这把火，谁会从中赚到便宜？尹大人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就因为管不住这个舌头，被王守忠陷害，才在这与你喝酒的。我要是再管不住他，恐怕这顿酒就真成了送行酒了。本官是自作多情，替公公瞎操心了。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！包大人，尹大人让您速回开封府。出什么事了？你别问了，回去就知道了。走，快点！包大人，这边。包大人，这里就是。没气儿了，吃了毒药，菜里有毒。这桌酒菜是哪里来的？芋头去外面买的。芋头人呢？王朝马汉已经去捉拿了。马一头，快出来吧！你听到没有？快出来！
郭槐死了，有人就高枕无忧了。尹若昭，郭槐死在你的手里，你该如何解释？太后，郭槐不是尹若昭杀的，这个老滑头没那么傻。谢谢张大人，总算替下官说了句公道话。尹若昭，你狡猾了一辈子，在朝廷你是最会做官的，可最终还是逃不掉被人暗算的下场。遭人暗算的是哀家，郭槐死了，哀家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太后，毒死郭公公的人是想把水搅得更浑，让案子无从查起。尹若昭，你自己说，该拿你怎么办？臣冤枉啊！你口口声声喊着冤枉，郭槐死了，难道不冤枉吗？哀家背了黑锅，难道不冤枉吗？太后，这把火已经从后宫烧到了开封府，以防万一，应该将尹大人保护起来。夏怀民，臣在。你派人住进开封府，对尹若昭严加看守，小心他也被人灭了口。臣领旨。皇上，郭槐死了，在开封府大牢被人毒死了。开封府尹若昭请郭槐吃酒，酒菜里被下了毒，尹若昭被关进大牢了。是尹若昭干的，什么人干的还不知道。为什么要把郭槐毒死？郭槐是太后的一只手，这只手被砍了，这把大火真的把朝廷点燃了，迟早还会烧回来，把朕烧死。太后娘娘驾到！太后娘娘千岁。陈公公，几年不见，你比哀家想象的要老多了。岁月不饶人呐，太后也不比几年前看到的太后了。大胆！都这么多年了，太后依然是不愿意听真话。对了，太后今天突然到奴才这儿来，一定出什么事了。郭槐死了。郭槐死了，被人毒死在开封府的大狱里。没想到，没想到，他走在了老奴才之前。可惜呀，郭槐虽然愚蠢，可是对太后是忠心耿耿。一点不输老奴才对先帝、对皇上的忠心。太后能为郭槐落泪，她这个奴才一辈子值了。陈琳，我想问问你，最近这些事情，你觉得是谁干的？太后，谁干的奴才想不出来，但是奴才能想出来，不是谁干的。不是谁干的。太后您，真是可笑。到这个时候，
只有你相信哀家，可是却没有什么用。后宫失火，张德林、王延龄都怀疑是哀家干的，现在郭槐一死，更是没有人相信哀家。哀家此次真是有口难辩了。太后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有人要嫁祸于您呢？为什么？皇上长大，三足鼎立、平分天下的局面就要被打破了。这个时候，谁拥有皇上，谁就拥有将来。你是说，此人放火，是为了挑起皇上对哀家的仇恨？太后，奴才就要老死了，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：老人的将来就是坟墓，谁都一样。跟皇上比，太后老了；但是跟王延龄、张德林比，太后不老。之前你与他们结盟可以稳定天下，但是现在，他们成了您的负担。陈琳，你究竟想说什么？将来永远在年轻人的手上。太后，您明白奴才跟您说什么了吗？出去！出去！开封府的人，全出去！啰嗦什么？出去！真是，怎么回事？开封府已经被我们禁军接管了，里面压着朝廷重犯，谁也不能待在里边。我们是开封府的捕快，把我们赶出来，让我们睡哪儿啊？街头巷尾、青楼窑子，爱睡哪儿睡哪儿。再这闹事儿，你们还可以睡在大牢里。行。哼，算你狠！王守忠，本官的开封府现在成了你们禁军的府衙了。尹大人，我是怕您再遭手下人的陷害，不得不把他们赶出去。我这么做，也是为了您的性命安全。本官做主开封府多年，最害怕的就是有朝一日把自己关在这里面，还是没躲过去。看什么看？兄弟，你们也有今天。开封府不是你们家地盘吗？怎么被人给轰出来了？我们大人是被冤枉的，我们俩早晚还得回去。哎，离远点啊！今天这儿就是我们的地盘。你们俩的地盘？老子告诉你们，整个开封城都是我们哥俩的。让开！哼，让不让开？你让不让开？哼！马汉，我们俩的地盘，让给你俩。尹大人，学生有些犯愁了。犯愁的应该是我，你犯什么愁？学生不知该给您上何大刑，是找一只替罪羊，还是找一群替罪羊？请尹大人赐教。保长，你羞辱老夫！尹大人，
这是您亲口传授给学生的办法。您为何要请郭淮吃酒？因为是你害了老夫。你问老夫，这火案谁会从中赚得便宜？我也想弄清楚，所以我才请郭淮吃酒。那郭公公怎么说的？你坐下，听我说。最想放这把火的是太后。为什么？因为太后最怕皇上和张德林、王延龄联姻。为什么？你懂。最不可能放这把火的，那也是太后。这种脏活肯定是本公公去干，可是本公公确实没放火。哎呀，这2天我也在琢磨，2个美人同时被烧，那到底是张德林和王延龄从这把火里能得到什么好处？反而是他们3个人互相猜疑。那除了他们，哎，尹大人，我明白了。你发现了什么？怎么了？郭公公，郭公公，哎呦，你怎么了？哎呦，郭公公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最重要的话还没有说完，郭淮就断气了。保长，你在想什么？尹大人，您相信郭淮跟火案有关系吗？我不相信，郭淮死得冤。我说的没错，有人就是要把这水搅浑。为什么要把水搅浑？因为杀郭淮的人觉得水不够浑，他很容易暴露。杀郭淮的人很愚蠢，他非但没有把水搅浑，反而帮我们把郭淮的嫌疑给排除了。保长，你要赶紧把真相查清楚，还老夫一个清白。尹大人，您曾经教导过学生，没有真相就是真相。哎呦，那都是我胡说八道，你不要相信。保长，听老夫的，那2个神秘人一定是从宫外进去的，要从守宫禁军查起。保长，要快，老夫的命也悬了。王美人说，周儿姐姐弹得好，唱得也好，皇上喜欢。灵儿妹妹，等你好了，姐姐教你。谢谢周儿姐姐。王美人说，谢谢周儿姐姐。张美人，我来看望灵儿妹妹。姐姐，姐姐，我们姐妹差点就见不到了。包拯，案子查得怎么样了？郭淮究竟死在了谁的手上？
回太后，臣还在查。还在查？你究竟要查到什么时候？查到哀家也被人杀了吗？臣还需要时间。哀家不是不给你时间，哀家是害怕有人不给哀家时间。什么人不给太后时间？放火的人。太后，臣需要询问当事人一些情况，皇上现在还不能见人。你还要问谁？明月小筑的主人。那好，那我这就将张美人叫过来，就在这里问。太后，臣应当独自询问。一定是有人把我们当成眼中钉、肉中刺，要迫害我们。张美人，太医说了，王美人的气管灼伤，不能多说话，需要静养。静养？那她来干什么？王美人想听曲子了，特地请周二姑娘过来弹奏。哼，狐狸的眼泪，假慈悲，怕是心里早已欢天喜地了吧？娘娘，你为什么这么说？听说宫里溜进了一只狐狸精，专门迷惑皇上。我们姐妹少一个，她就离皇上近了一步。女人进了宫，日子都很不容易，不该再自相残杀。你，张美人，太后有请。郭槐说，皇上到明月小筑的时候，你正在沐浴。皇上那夜原本是就寝在梧桐小筑的，皇上为什么又改了主意，到明月小筑来了？不知道。不过，不管因为什么，皇上来我都高兴。你和皇上是谁先发现着火的？当时，我和皇上都睡着了，我被呛醒，朦朦胧胧中看到满屋子的浓烟和火光，我慌忙摇醒了皇上。我们大喊着着火，可是没有人答应。火越来越大，我慌了手脚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皇上拉起我就往外跑。快来人呐！开门，把门打开！来人呐！小心！怎么办？快来人呐！皇上！快进桶里！快！我们在这儿，皇上在这儿，快过来！后面的事情，我就不记得了。等我从昏迷中醒来，听说那夜梧桐小筑也起了大火。那两人冲进屋里的时候，你看清他们的面孔了吗？没有，隔着火光，只能看清两个人影。包大人，我有一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在我这里，什么话都可以讲。我觉得，那个叫周儿的嫌疑最大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一心想当皇后，我和灵儿妹妹都是他的绊脚石。太医说，他气管灼伤，不能说话。
你叫周儿。你怎么知道？后宫里穿布衣的女人，只有你一个。那你是谁？我叫包拯，奉旨调查火案。我知道你。你在闻什么？ 没闻什么呀。灯油味道。那个罐子摔碎以前，里面装过点灯的油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已经闻过了。原来你也有一个好鼻子啊！你闻它做什么？我闻它，同你一样啊。你闻它做什么，我就闻它做什么。你为什么要闻它？ 是空还是满？初心总是比结果看上去热情大方，真相从来就简单。演过了一半的戏，是真还是梦？唱出了一半的歌，是悲还是欢？ 未来总是比过去看上去更美丽灿烂。人生本就是梦幻。不要说江湖爱恨两难，那不要说世道善恶难断。大江东去，只留。 流传，演过了一半的戏，是真还是梦？唱出了一半的歌，是悲还是欢？未来总是比过去看上去更美丽灿烂。人生本就是梦幻，不要说江湖爱